我不出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你不带我玩了。那你还是图钱嘛？你要图别的，我也给不了给你啊。我先问你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你觉得按你现在的收入，到底能负担得起什么样的房子？互联网上有很多意见可能会让你感到困惑，那现在不用纠结了，因为今天我们将详细讲述租房和购买各种价位的房子需要多少收入，基于当今的利率、创纪录的高价和贷款的指南，因为很可能这和你的预期不一样，最终的结果相当令人惊讶。但更残酷的是，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会反过来决定你未来10年的资产结构，甚至阶层路径。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会分2层，第一层法则层，通过不同的指导法则来推算你能不能买得起或租得起你心目中的那个房子。我们会用3个常见的收入档位来举例，年薪4万、年薪8万、年薪15万。第二层是现实层，也就是当你买完或租完房子之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会用美联储 SCF 的数据做校正，它能告诉我们谁真的有房，谁根本没有房。对不同资产阶层的人来说，房子在净资产中到底占多少？房子什么时候是稳定器，什么时候变成了枷锁？以及很多人忽略的黑佬到底是工具还是风险叠加？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当做你的住房决策说明书。大家好，我是王博士，欢迎回来。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好了，那我们开始。我先讲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对比，也很真实。如果是租金是你每个月为住房支付的最高费用，如果是买房，那么房贷是你每个月为住房支付的最低费用。租房的时候，你的支出结构很单一，每个月就是房租，最多再加水电网费，可预测性极强。但买房之后，你的支出结构会突然变成一大桌菜，而每个月需要固定支出的15年或30年的房贷只是第一道菜，后面还有比如房产税，而且可能每年都要调整，房屋保险，贷款机构是强制要求，以及房屋维修，比如空调、热水器、屋顶、白蚁、下水管道等等，以及最后的 HOA 和其他的杂项，比如院子、景观、清洁，以及各种你买房之前想不到的账单。所以很多人买房之后最难受的不是月供，而是那种感觉，我以为我只是换一套更好的生活，结果我换到的是一套更复杂而且被一直压住的财务系统。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租房每月2500美金，为住房的花费就是1年3万美金。假设你省吃俭用，攒到了20%的首付，买了80万的房子，结果你发现 PITI， 也就是本金加利息加房产税加房屋保险，可能就已经接近5000美金了，再加上 HOA 和维修等等，你一年住房开支可能至少要6万到7万美金，是租房支出的2倍以上。你当然可能因为房价的上涨获得更多的房屋净值，但我们都知道房子是固定资产，通常很难把房屋净值拿出来支付日常生活，所以短期甚至很长一段的时间的现金流压力会被立刻放大，同时你的可投资能力也会骤然下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把问题拆成2层。第一，根据你的收入，你能不能买得起？第二，你买完后，你的资产还能不能再增长？首先，我们来看租房的情况。经典的建议是租金不超过税前收入的30%，比如年薪4万，月收入大概是3333美金，30%大约是每月1000美金。年薪8万，月收入大概是6666美金，30%大约是每月2000美金。年薪15万，月收入大概是12500美金，30%大概是每月3750美金。这条规则的初衷非常朴素，让你在交完房租之后还有钱生活、还债、储蓄以及投资。
但30%法则在今天常常失真，至少有2个漏洞。第一个漏洞是它假设你没有其他债务，但现实是很多人有车贷、学生贷款、信用卡债务、孩子开支、保险、医疗自付额等等。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年薪5万，税后可能每月到手$3400左右，按30%法则，你的租金应该是$1250左右，听起来很合理。但如果你还有$500的学生贷款或是车贷，你剩下的能拿来生活的钱就会被迅速的压扁。第二个漏洞是30%法则默认你的收入能够覆盖你所在城市的中位租金水平，但在很多城市，现实正好相反。按30%算出来的所谓的合理租金，连中位数水平的房子都租不到。我家徒四壁，除了成功别无选择。这不是你算错账了，而是收入分布和住房价格分布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错位。所以很多人不是不理性，而是被迫在2件事里选了一个，要么突破30%的住房支出，要么接受明显低于中位水平的居住条件。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把30%当作是上限警报线，但你真正要用的是一种更现实的思路，通过倒推做预算 backwards budgeting， 先扣掉你必须付的东西，再决定你能住到什么样水平的房子。你应该能逐渐意识到，住房不是一个孤立的支出，它通常是一个家庭整体财务系统的中枢。下面我们来看看买房的一些指导法则。第一个是28-36法则，这个法则更像是一套早期偏保守的风险控制法则，后来被广泛用于个人理财中，帮助普通人判断你是不是已经把住房的支出拉得太满了。这里的28指的是住房支出，包括房贷、税、保险，不超过税前收入的28%。36指的是住房支出加所有的债务支出，不超过税前月收入的36%。我们用3个收入档位代入一下，所以其实28%指的是你单纯住房支出的上限，而36%指的是你的住房和所有债务加在一起的上限。比如你年薪8万，通过风控的视角，希望你的住房支出不要超过每个月$1860左右。但如果你还有车贷、学生贷款等等债务，那总额最好不要超过$2400。接下来这个法则是更保守、更自我保护的框架，叫做30-30-3法则。第一个30指的是住房支出不超过税前收入的30%，第二个30指的是你拥有的现金和半流动资产加起来要达到房价的30%。比如你有20%的首付加10%的资金缓冲。最后一个3指的是房价最好不要超过年收入的3倍。当然，这条在高成本的地区往往非常难。这里最值得强调的是第二个30里提到的缓冲金，因为房子一旦出问题，往往是几千几万美金的级别。如果你没有缓冲，就会被迫刷信用卡、借黑 lock， 或者是被迫卖资产。那些都不是很理想的情况。当你理解了上面的经典的保守的指导法则之后，下面的部分会让你更理解银行可能让你走到多极限，以及为什么你的房贷压力如此的巨大，这都是被设计好的。很多贷款机构会看 DTI， 也就是债务收入比，上限可能达到43%、45%甚至更高。那下面我们还是通过3种收入模型来粗略计算一下。这里我们假设 DTI 的上限是45%，而且没有其他债务，贷款利率为6.5%， 30年的固定利率，首付为20%。我们可以看到4万年薪最多能买到23万美金左右的房子，8万年薪最多能买到46万美金左右的房子，15万年薪最多能买到86万美金左右的房子。这里要提到的是，同样是年薪8万，如果你每个月有600美金的车贷、400美金的学生贷款，那在 DTI 45%的框架下，你真正能用在住房上的可能只剩下了不到2000美金，对应的房价会立刻从40多万掉到30多万。
同时你会发现一个现实，银行愿意批的金额往往是你最不该用满的金额。DTI 解决的是银行的风险，而不是你家庭长期的稳定。于是会出现一种很危险的情况，你的贷款能批到一个非常高的月供，但你的现金流会被掏空。因为穷受的罪我是真受够了，够的。我们这里也举一个真实而简单的例子，假设两个人 A 和 B 收入一模一样，都是年薪12万美元，都在同一个城市，同一年考虑买房。A 的选择是银行批多少我就买多贵的房子，他把住房支出直接拉到税前收入的40%多一点，首付刚好凑到20%。买完房之后的结果是，基本每个月都在等下一次发工资，感觉到每个月都是月光，财务极其紧张。B 的选择是，他买了一套稍微小一点的房子，把住房支出控制在30%左右，手里还留下了一些现金缓冲。前3年 A 看起来过得更好，房子更新更大，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很成功。但5年之后，差距开始出现。A 的净资产几乎全部锁在自住房里，而 B 已经慢慢积累起了一套非住房的资产，包括投资账户、退休账户、流动资产等等，而且还有可能承担一些更有风险的投资房或者商业探索。10年之后，你再看这两个人， A 看起来纸面的资产不少，但核心就是一套自住房，一动就伤筋动骨。 B 的房子虽然没有那么耀眼，但他的人生选择空间明显更大。这不是谁更聪明的问题，而是自住房在资产结构里占了多少比例的问题。到这里，我们就要引出我们的第2层现实层。对了，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互联网上的所有规则都在回答你能不能买得起，但我更关心第2个问题，你买完之后资产结构会变成什么样？这才是美联储 SCF 数据能告诉我们的。当住房变成资产的主角时，它到底是帮你稳住财务，还是把你锁死？首先，我们先回答一个最容易被误解的问题，是不是人人都有房？这张表是关于不同净资产分位的家庭自住房的持有率。真正很难拥有住房的是最底部的那25%。随着净资产增多，自住房的持有率也在增高。但是每个净资产分位还是有一定比例的家庭没有自住房。所以你后面开始看到别人的房屋净值占比很高时，别着急羡慕，那往往意味着第一，他确实有房；第二，但也可能意味着他的资产结构可能非常单一。这张表讲的是在有房的家庭中，房屋净值占总净资产的比例。对中低净资产的家庭来说，一旦买房，房子往往就变成了几乎是净资产的全部。这听起来很稳，但它同时意味着你的财富增长引擎可能被锁在了一个低流动性的资产上。而顶层的家庭也有房，但它在总资产里只是25%到30%，他们的增长引擎通常在别处，比如说金融资产、企业股权、投资房等等。那下一个问题是，买房这件事情通常是在哪个年龄段完成的呢？这个表格是在不同年龄段的自住房的持有率，你会看到持有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整体而言，买房不是年轻人不努力，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更偏中年阶段完成的事件。那时候收入更高，家庭更稳定，首付更可行。下面我们来看看不同年龄段的家庭如果买了房，房屋净值在总净资产中的占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时房子占比高很正常，因为别的资产还没有成长起来。但如果你到了50、60岁，自住房净值仍然占据你的80%的净资产，那你大概率会遇到一个问题，你看起来资产不少，但增长能力很弱，现金流也可能很吃紧。所以很多人并不是买错了房，而是没有完成资产从自住房主导到非自住房资产主导的那一步。当自住房净值已经占据我们资产的绝大部分，人们通常是用它还是被它拖住呢？根据美联储 SCF 的数据，只有大约8%的美国家庭持有 HELOC
就是房屋净值贷款。这说明它不是一个普遍依赖的系统，而是少数家庭会动用的工具。HELOC 本身不是问题，它可以用来做资产调度、短期周转，但如果你把它当成长期的消费兜底，那本质上就是在原有的房贷之上再叠加了一层负债。到这里，我们把几个指导法则讲完了，把现实分布也讲完了。现在我分享一个可以直接用的决策框架。第一，你先问自己，我现在最缺的是稳定还是增长？如果你最缺的是稳定，房子可能是稳定器，但前提是你别把住房支出拉满。如果你缺的是增长，你要确保买房之后，你仍然能够持续投资，能让非住房资产增长。第二，你要避免的不是买房，而是买完房就失去增长能力。买房不是终点，买房之后你还能不能继续存钱、继续投资、继续增长，那才是关键。第三，你可以接受房子在资产里的占比很高，但你必须有迁移计划。年轻时自住房净值占总资产的80%，没问题。但你要知道，你的人生的任务之一就是让金融资产、退休账户以及其他的投资资产慢慢长大，把你的净资产结构从单一变成多元化。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收尾：住房选择看起来像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选择，但它本质上是一场资产结构的选择。你不是在挑房子，你是在挑你的资产未来10年会不会被锁住，还是资产能够继续长大。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更倾向于买房还是租房？你所在的城市的租金和房价按今天的收入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期再见。